佩洛西事件让中国人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惹怒了中国人民是没有好下场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佩洛西此次窜访台湾事件，对中国大陆而言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坏的一方面，主要是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引发了台海军事危机。好的一方面其实有两个，其一是利用这个契机，通过军事行动改变了台海现状，宣示了主权；二是让中国人认清了谁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敌人。佩洛西窜访亚洲，每走到一个地方，受到的待遇是千差万别。新加坡的不偏不倚，台湾地区当局的跪舔，印尼的例行公事，韩国的冷静，日本的秀恩爱。由于佩洛西是在窜访台湾之后到访的韩国和日本，也让中国人明白两国对中国态度的差距。韩国仍然是我们可以友好相处的邻居，而日本的右翼政客才是中国的敌人。日方声称有5枚中国的导弹落在了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内，并向中方提出所谓的抗议。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日本的碰瓷，其实深层次原因可非常严重。首先，日本是在强化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的无理主张。这个位置不要说日本的主张成不成立，就算成立也无法阻止解放军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之所以把自己与台海军事危机挂钩，除了焦虑以外，就是为以后军事介入台海事务打基础。其次，日本是东北亚地区所有国家中唯一为佩洛西窜访事件站台的。如果说 G7 成员国帮助美国辩解，可能是为佩洛西此行找回点脸面，那么日本就是为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而铤而走险。因为支持佩洛西的窜访，本质上就是在鼓励更多的西方议员在台湾活动，而这又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最后，日本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已经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其无法接受的重大事变。日本不仅是一个有着赌国运历史的国家，也是东北亚地区唯一把中国的强大看成是威胁的国家。佩洛西一到了日本，立刻就换了一副面孔，变得高调多了，就是因为他看出了日本在反华问题上与美国的一致性。另外，日本还有一层心理，就是挑起中美之间的军事对立，自己呢从中渔利。日本现在表现得似乎非常关心台海和平问题，但是当台海周边的局势被佩洛西窜访台湾的消息搅动得风雨欲来的时候，日本官方却称日本政府无法发表评论。等中国军队的导弹落入台湾东北部外海的时候，日本又碰瓷说这些导弹进了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这就是故意强化日本遭受的所谓的军事威胁，然后呢，为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创造机会。所以日本右翼政客现在已经暴露出一副非常丑恶的嘴脸，他既想让中国和美国之间直接开干，又想为自己将来武力干涉台海创造条件，还想继续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剩下的30来国家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呢是被迫帮美国解释。只有日本是唯一想要中美开战的国家，也是唯一想下场在台海挑战中国的国家。在阻止中国统一的问题上，日本远比美国更加积极。道理也很简单，日本认为中国统一之后，日本将失去在东北亚现有的战略地位，甚至呢不得不屈从于中国。所以日本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抱紧美国大腿，并为阻止中国的统一做最后一搏。为此，中国军队在完成统一之时，需要多准备一些弹药技术，让日本回归和平宪法，可以说已经非常紧迫了。同时，我们要为清算日本的历史罪孽做好准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